故事发生在你把它拐回家的第7天。你能别再这么看着我了吗？好吧，小苏打、大白、小粉、小黄，和我一起出动吧！自从1周前把这货拐回家之后，陶罐就一直炙热地盯着你，让你兑现当时的诺言。于是你召唤搭档们给他做了条纹理丝丝分明的米白色半身裙，接着找来一个小美黑的塑料袋，把它从侧面剪开一个口子，再抓住它的2条腿，哧啦一声帮它劈个叉，确保它的所有皮肤都可以摊开在一个平面上。然后让塑料袋睁开双臂，紧紧地抱住陶罐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你扯了好多节画有画用的遮盖胶带，在塑料袋拥抱陶罐的交界处贴上一圈，防止塑料袋滑落。一切就绪后，你把这俩连体婴儿放到了美黑箱里，拿出美黑喷雾一顿狂喷。猜猜1到5星，塑料袋给你的美黑服务打了几颗星嘞？就这样，你好意思让我给你打星吗？这时候陶罐说话了：朋友，别灰心呀，我给你5星。该黑的地方都黑了，不该黑的地方都没黑。黑白相遇的地方还出人意料地做出了精致的渐变花纹，这技术必须5星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至少2个客户里面有1个给了好评。你赶快乘胜追击，用剩余的米白丙烯颜料给陶罐底部和肚子上单薄的地方补了一层。接下来轮到拉菲草隆重出场了。你从草堆中抽出一根来，哎呀，太短了，精选一下，试试这根。这根足够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拉菲草 Raffia 来自哪儿？ A. 法国 B. 巴西 C. 马达加斯加 D. 中国。3、2、1，正确答案是马达加斯加，果然选最长的。请猜对的同学们打厉害了在公屏上好吗？拉菲草常被用来做草帽、草鞋，再硬核一点的也可以做成包具和衣服。这个来自于非洲海岛的材料自带潇洒的度假感。戴上拉菲草项圈，陶罐就可以轻松地成为这条街上最火热的仔了。于是你左手伸出4根手指，右手拿出1根拉菲草，在手指上绕上几十圈，选一头打个结，再把另一头剪开，再拿出1根拉菲草，把所有须须捆起来，接着用剪刀把它们裁剪整齐。机智的你用这个做好的流苏仔细地比划了一下陶罐脖子的粗细，发现一共需要12个。做完这12个流苏之后，你再拿来1根拉菲草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拿拉菲草了，把12个流苏穿起来。如果这根拉菲草不配合，像这样怎么也不肯钻过流苏头上的小洞时，不要心软，抄起剪刀，咔嚓一下，它就服帖了。最后帮陶罐戴上拉菲草项链，调整一下流苏的位置，用剪刀郑重地给流苏的须须们做最后一次修整。当时给陶罐许下的山盟海誓，这不就完美兑现了吗？